感谢三月兽为本期视频提供的评测件，本来正准备自己收一台来拍，碰巧三月兽的小伙伴问我要不要评测一下呢，那当然是开心的接下啦。不过没想到 High Metal R 的装甲骑兵已经出到了第3台了，以前想玩眼镜狗的成品只能花大力气去收 TT 社的老物，现在没有想到万代出的也够勤快的，隔壁还有 C0 也在出，东西都不错，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有点贵。那本期的宇宙装备有没有什么改进点呢？赶紧带大家来开箱看一下吧。那这次作为魂线的产品啊，还多附送了一个 M2 魂规格的地台，另外还给了一张这个东西啊，可以贴在地台上，假装自己在宇宙的人造空间内，创意是很不错啊，但这也太小气了，给整块当背景板也多不了几个钱吧，现在这个实在是有点画蛇添足的意思。OK， 那么我们拿出本体，那这台眼镜狗的话就是普通的 Scope Dog 了，编号 ATM09ST 的超级量产型。这样说可能没什么概念啊，这里可以把之前的最后的红尖队版本的拿出来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除了为了对应宇宙把外甲改成了深绿色外，这两台机体从头到脚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可能就是一印的东西会有小的偏差，但机构和造型方面是没有差别的，那这也是当然的了，毕竟就是同一型号的量产机嘛，都是 3.804 米高，全重柄7吨，使用的都是肌肉气缸和 DTM O 型 P2 液驱动系统，很多人可能会和涡轮拳搞混嘛，那这里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UP 主6号格纳库的评测，有红尖队狗和涡轮狗的详细对比，这里就不再展开了。回到我们的主角宇宙装备，也就是这个背包。话说不愧是模块化设计啊，背包的机构是完全独立的，就用这2个挂钩像这样接起来。那这里的挂载是有小技巧的，需要按住这个按钮才能把里面的固定装给收起来，然后插到背上再松开，固定就完成了，还是挺巧妙的，比直接依靠塑料应力挂上去要好不少。当然了，因为都是同一型号的同一个素体啊，红尖队版本的自然也是能挂上的。有趣的是，我查遍了各种资料设定啊，硬是没能找到这个背包的详细说明，更是没有眼镜狗装上该背包后对宇宙战做了什么特殊适配的说明。不过想想也是啊，对于一台装甲厚度只有6到14毫米的铁棺材，把驾驶员都当消耗品了，怎么可能给你在驾驶舱内适配生命维持装置什么的呢？而关于背包啊，找到一张老说明书上的图，宇宙空间作战时使用，配置了总计12击的小型推进喷口，分置于4个机械臂上，用于宇宙中的推进和姿态治愈。由于完全模块化的设计，推进剂的储存罐也被置于背包之上，玩具这里的细节也是相当给力的。该推进背包当然也有个正式的名称 Round Rover， 另外该背包还可以像这样做上下的升降，用于沉降模式时的变形避让，而上方的2个机械臂还做了这样的摆动机构，进一步增加了机体治愈的灵活性，但下方就没有了，这就多少有点偷懒了啊，戴哥。另外，因为宇宙中的可动基本都交给背包了，这里的腿部依然是传统的眼镜狗的结构，并没有增加腿部推进喷口啥的。如果不是考虑到战场切换的泛用性，其实把2条腿砍了，机体也是能正常开的。最后来看一下这台机体的外观细节，还是海馒头的老样子啊，1000块的成品就是不给涂装，这细节做得再好，还不是一股塑料感啊。虽然这次用了深绿色，感觉会好一点，但没有涂装的眼镜狗是没有灵魂的。可动方面和之前的红尖队版本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头部是座舱盖，眼镜可以上下打开，3项瞄准镜也能在滑轨上移动，标准操作了，不过手感很生涩，整个头部也能做360度的旋转，但眼镜和身体会有干涉。大臂根部是球关，只能向前后转动30度不到，360度的大风车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肩甲可以独立的上抬，大臂平台也能轻松达到90度以上。这里的机构也很有意思啊，把肩甲拔下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肩部做了一段这样的折叠关节来增加可动范围。接着大臂的根部360度平转正常，然后大臂的下段做了一个隐藏式的左右摆动关节，幅度非常的大，都接近60度了，这个关节是用来双手握枪的。正常的曲肘只有120度不到，不过当然了，这个幅度也已经完全的够用了。最后手腕这里做了一段关节啊，能让手掌90度上翻，下翻也能到30度左右，同时还给了一段这样的翻折，也是为了横着握枪把设计的。最后就是经典的冲击铁拳了，通过激发空包弹来推动拳头冲击，冲击力穿透 AT 的装甲不在话下，不过可惜的是戴哥没有给到抛壳的还原机构啊。腰部的360度平转没有问题，关节阻尼比红尖队版的好了很多，一点也不松。当然腰部也继承了这个拉出一段的关节结构，拉出之后这个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遮盖啊，但后仰能够做到30度的幅度，同时前倾的幅度也能达到大概30度。对于眼镜狗的机设来说，这样的可动机构已经算是非常优秀的创新了，只不过左右的侧摆就没有配备什么新的关节了。前后侧裙甲都能做到90度的上翻展开，同时大腿根部也配置了祖传的下拉前伸关节，只不过裙甲都能避让的话，这个机构的意义就不太大了，下拉之后的前踢还是只能达到90度多一点。
后踢当然也是一样的范围了，唯一的优势就是侧踢能做到略微超过90度。不过大腿根部是没有设置平转的，只留了这一个小半圆的开口范围，做一个前后30度的轻微平转。另外全身最想吐槽的就是这个屈膝了，为了照顾沉降机构的变形，同时因为小腿肚挡板造型的关系，屈膝只能达到90度的极限，手感也不是很好。红尖对板和这台都一样，新版完全没有改进。来看到脚部，脚掌的前盖板做了一个2段翻折的结构，脚踝内部有一个幅度很小的拉伸关节，这个幅度真的很差，导致向后垫脚连30度都不到，同时也没有其他的关节来继续向后，反而是脚掌本身多了一段向前的上抬关节，能达到45度的幅度。同时脚部外侧的回旋用固定桩也保留了下来，整个脚掌也能做360度的旋转。脚底的细节也不马虎啊，甚至还有涂装，轮子也是可以转动的。同时前脚掌还给了一段30度的上抬空间，但接地还是用的红尖对板的老关节，左右只有30度，对于地面 pose 来说非常的不够用啊！为啥就不愿意换成涡轮犬的升级脚踝呢？万代啊！吐槽归吐槽啊，其实总的来说可动还是很不错的。从红尖对板就能看出戴哥在机构和可动上还是上了心的，槽点也只有屈膝和脚踝，而涡轮犬的升级点也没有得到继承，就很可惜啊。当然了，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呢，主要还是沉降机构的让位。那本次的变形连背包也参与了其中，先把背包向上滑动拉起，接着就是和之前一样啊，先将脚掌向前抬起转到底，接着向外抠膝盖甲，解锁小腿的机构，然后向下翻折转动到底。这里可以看到膝盖的小钩锁机关，接着向上转动屈膝关节，同时向反方向折叠另一端，使脚底和大腿齐平，然后把大腿向后掰，直到整个后肢可以贴平地面，且上半身正面垂直。最后再将侧裙甲向外拉出，并将裙甲向下打平，这个时候就能将手臂放下来了，变形也就完成了。接着我们就可以打开驾驶舱了，但很可惜的是啊，虽然看着是细节满满啊，但是实际完全没有涂装和遗印。而本次给的驾驶员小人更是让人意想不到啊！我本来以为是 TV 第1集里的光膀子激励哥，结果没想到给的竟然是激励嫂。不过很可惜的是，因为尺寸的限制啊，这个小人也就是能看看的水平了。虽然戴哥很良心的还给你弄了2个替换头，但就连 SHF 都可能做崩的水平来说，这种头就更不要有什么指望了。当然了，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菲亚娜这个角色的，作为初代的 Perfect Soldier 或者简称 PSP， 从胚胎阶段就剔除情感因素，强化战斗本能，并植入脑机接口，肌肉纤维密度是常人的3倍，可承受5倍重力的机动，且战场直觉到了能预判弹道的程度，但是其自身线粒体依赖极极元素来维持活性。而且由于技术调整的不完全，加上刚醒来时就被激励哥捡到，不仅名字是激励哥起的，开机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激励哥，所以后期的感情线也并不突兀，与之后的伊普西龙满怀恶意相对，是对万物充满爱意但又毫不圣母的角色。本来和激励哥冷冻舱双宿双飞就是最好的结局，结果 OVA 强行弄醒，还给整了个只能活2年的设定，反正我是不能接受的。玩具这里和激励哥一样啊，给了一些简单的可动，不过和 TT 社的老玩具相比呢，那完全就是比不了了。只能说对于万代来说有就不错了，甚至还给了一对替换的手型。而且如果你要是有红尖对板，你把激励哥拿出来和菲亚娜站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菲亚娜做的还是挺精致的，激励哥的这个就完全没眼看了。另外小人的可动另一重玩法就是可以摆类似这样的沉降模式时的登机场景，这也是小人可动的最大优势。再配合上激励哥的话，甚至能还原经典的装死后裤裆掏枪零距离撩妹的名场面，我非常喜欢。除了小人以外，其他的配件除了本体一对造型手，还有一对握枪扣扳机手，一对空心握持手和一对开掌手，一把眼镜狗标配的 GAT-RR 30毫米口径机枪，当然也是枪身完全没有什么涂装的，不过侧面给了小插孔可以装载上弹夹，配合上手部的多段万向关节，摆这样的双手射击 pose 简直不要太标准，真的很帅啊。另外这把机枪也可以还原把这些额外部件都拔掉以后，换上这个特殊的双管枪口的造型，这个换装零件也是这些武器里面唯一一个有涂装待遇的零件了。来一张奔袭中单手持枪射击的 pose 吧。最后的武器就是这把 SAT-03 火箭筒了，这把武器是独属于宇宙背包的武器，感觉大河原邦男对宇宙中使用火箭筒攻击这个设定真的是很痴迷啊。该火箭筒可以发射大型穿甲弹，主要是用于攻击大型机体和坚固掩体，同时炮筒侧面也安装了辅助瞄准镜，配合上3效瞄准镜的长焦端，可以实现高精度的瞄准。
好的，那么武装配件也全部介绍完毕了。以上就是本期眼镜狗宇宙背包的所有可以聊到的内容了。说句公道话，戴哥的这几台绿狗子其实做的真的是很不错的，也非常的适合把玩，就是可惜卖那么贵的价格还不给涂装，不知道这样的产品力和销量还能不能撑到把所有机体都出完的那一天，咱们拭目以待吧。大家下期有缘再见，记得点赞投币1键3连呀。